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内以及国际最新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教授，大家好。来看看在美国的消息哦。当然，台湾很多的在美选的报道里头，我们有这个频道，其实我过去还真的没注意到。那在立法院叶元之质询才发现，我们有一个 Taiwan Plus 的频道，这个英文的频道呢，还特别在各种的美选报道当中，他怎么形容呢？他说川普是重刑犯。那这个很像贺锦丽的选举语言，说美国啊将迎来选出第一位女性总统呢，还是一位被定罪的重刑犯？看来美国人选择了重刑犯。哇，这样的论述不也是等于美国人在骂自己吗？细数一下这位 Louis Watt 他的这个经历了哦，在北京、伦敦、曼谷、美联社都有经历。那《泰晤士报》、《电讯报》甚至是《Times》杂志都担任自由撰稿人，但问题是因为他是代表台湾的官股所经营的频道，那虽然效益怎么样哦，待会我们来评估，但他这样的言论是不是反而烧掉了台湾？可能在美国川普现在还有没有押错宝，有没有这个影响力？之前都还不安的情况之下，更影响了外交上面的影响力跟形象呢？其中已经烧了58亿，是立委算出来的。根据审计部的资料里面，整个预算58亿，4年来，哇，这样烧一个频道，在欧洲、大洋洲、什么非洲成立成效都尚待加强。在台的外籍人士呢，满意度调查啊也不及格。叶元之就说啦，这个所谓脸书跟各种的按赞数其实是差异很大的。前4年花了58亿，还要继续花下去吗？尤其是报道川普这样的内容有所争议的话，那到底对台湾来讲是有帮助，还是真的有宣传效果，还是扯后腿？但要花这么多钱，到底有没有意义？柯志恩就说，不止如此啊，还有公广集团接下来要投资一个新创公司做 AI。这个华视跟公视共同投资的新创 AI 活动执行公司，听起来很厉害嘛？总共还要再投入3000万的资金，公视持股49%，华视持股51%，所以柯志恩质疑啦，公广集团18年华视一起合并之后，累积亏损40亿元，我们纳税人的钱还在各种的投资里头，一个本业经营都不好，要去做 AI。难道公视会不会本来应该是要好好扶持一些有创意的我们很多节目的创作者在这里可以有很好的频道？可是呢，现在反而变成特定政治立场的御用工具吗？被质疑这个新公司到底是干什么？是不是背后又有人指示，又是一个绿油油的高薪职缺，还是有其他的可能的油水？立委们有所质疑啊。那公广集团这样的扎法，文化部长李远说，那我们一定会要严格来审查啦，所有投资都要有文化部的同意。但是呢，像这样子的台湾 Plus 的言论，的确也官方说，行政官员答询的时候说，他们也觉得有所不妥哦。而川普的新内阁到底有没有民党政府押对宝呢？其中庞佩奥是看起来跟民党政府最关系相对密切的，结果川普9号先前传出来他要当国防部长啊，他的内阁扮演重要角色啊，结果川普直接在他的平台里面就说，公开的讲，我不会邀请前大使 Haley 或者是前国务卿 Pompeo 加入目前正在筹组的新川普政府。哇，好直白直接在社群上这样讲，所以 Pompeo 也在社群上回应，表达说，我们也很荣幸过去跟你工作过。那如上周见面的时候说的还要强调上礼拜跟你讲的话然后我们一起制定了让世界更安全，我们有责任再次把美国放在第一位。这种是喊话忠诚，当人家已经告诉你说，我们要用你，这样真的有点尴尬，也很直白。所以拒绝庞佩奥为什么呢？美国媒体说，这个是他的儿子阻止新保守人士争权。当然也有一说，过去庞佩奥也说想选总统，不是吗？华尔街日报的说法是，川普儿子跟身边人士认定，副总统当选人范斯才是未来的接班人，拒绝其他什么所有于国际的共和党新保守派人士入阁，是这样的结果吗？但无论如何蔡总统上一次跟川普通的电话，这一次没有。按我们的政府一下子说，我们从来没有要这样做，没有要规划通电话，后来又说我们有在努力，到底有没有？但过去是不是赌运？运气不太好啦，每次花大钱
请到台湾来的这些，不管前任官员、现任官员，好像最后都是打水漂吗？例如这位 Haley 才刚来，2024年8月来台演讲，远景基金会花了钱。那庞佩奥经费是有被公布出来的，当时2022年访台的时候花了422万的新台币，还有前英国首相特拉斯花了350万的新台币，通通包括梅路格啦，或者是没连任。那所以现在对于共和党的关系到底还有多少？大家也在等着看，还是准备就是付钱去赎人？不知道。SpaceX 要求供应链迁出台湾这个消息，在财经新闻这几天有所报道，而且讨论蛮多的。但是呢，经济部发了声明说，哎呀，第一时间就跟相关台厂联系啊，业者都说没有接到这种要求，没有要工厂迁出台湾啊，提醒国人注意资讯的正确性。真的吗？会不会到最后又是有这样的发展呢？因为毕竟马斯克在川普心中的地位重要啊。大选胜选之后，立刻大篇幅在致辞感谢马斯克，家族合照有马斯克，跟泽伦斯基通话，马斯克在旁边。而跟中国大陆的合作关系，会不会也影响了未来新链在台湾的各种的规划或者布局？供应链厂商也必然是如此啊。亮哥，我们先从我们人民纳税钱光总预算案吵了这么久，好像我们一点点钱政府都要很斤斤计较，要小心的拿捏在手上。可是公广这个台湾 Plus 随便就58亿啊，就放水流了啊，亮哥。这个就是高估自己啦。如果说那个资深媒体人王浅秋也不知道台湾 Plus，你就知道它的宣传效果有多低啦。坦白讲，那个台湾的英文媒体啊，我都是看台北 Times、China Post 还有 Focus 啊，我很少看台湾 Plus，所以为什么你会引不起人家的注意啊？这个一定是有原因的，而且他一开始还请一个福斯的亚洲区的一个副总裁回来接啊，那到底因为我知道这个 Louis Watt 他是委外的记者，那委外的记者，你们有没有在他寄回来的片子，你们到底有没有管理一下呀，审查一下呀？有没有一个审查的流程嘛？因为那个新闻我们看到的是2则新闻啊，另外一则新闻是他派了一个记者到贺锦丽的现场，因为他们认定贺锦丽会赢啊，结果贺锦丽那天没有发表演说，白跑一趟，现场一只猫也没有然后川普那个胜选场合他没有人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Louis Watt 在那边自己发表政见，他一定是有立场嘛，不然怎么会这样？我当然知道很多女性都是支持贺锦丽的啦，这个我们当然知道啦。可是这个难以想象啦，因为他当初一定是这样去标定自己嘛。因为韩国有阿里郎新闻啊，那阿联酋、阿拉伯半岛有半岛新闻啊，它的标定就是这个嘛。那可是你的人才啦，讲白了啦，就是显然有很多问题啦，而且我听说待遇非常高，可以想象哦，待遇非常高，这个就是问题了。那因为它也是广义的公广集团嘛，那公广集团事实上柯志恩讲的也很对啊，你自己本业都赔成这样，投资3000万人做人工智能，你在唬谁啊？人工智能公司3000万人做什么？我们有时候又不是没有看过成功的人工智能的公司，我就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对耶，3000万是3000万人做什么？塞个牙缝就没了，这个难以想象啊！你去看那个前10的人工智能的独角兽，你看它的资金大概是多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跟儿戏一样了。所以我讲白了，我是觉得一点也不乐观。而且公广集团就是文化部当初推出这个台湾 Plus， 他一开始我们就知道问题很大了，因为他真的找人找得很辛苦啊。那你为什么要硬搞？事实上，我讲白了啦，我们台湾的那几个英文媒体啊，我们说台湾 Focus、台北 Times、China Post， 很多也都是帮台湾讲话的啊。你有必要自己搞一个吗？我就不相信你有别于台北 Times、台湾 Focus 的观点，我就不相信，不然你是做到什么程度啊？你去看那个半岛电视台，半岛电视台里面很多都是洋人都是人家线上的记者被挖过来的啊，
所以那个还有兼做媒体外交的角色，我就不知道他这个单位是要干什么啊。那我坦白讲，蓬佩奥不能入阁啊，这个很多人早就知道了。哦，这些媒体都传是国防部长。你就要怀疑那个媒体为什么会这样写啊？事实上，我真的很难想象于大雷会不知道了，是出在不知道，还是你的声音传不上去？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是不是？你认为上亿就是希望，强烈希望是他，所以你有不同情报，知道不是他，你不敢讲。那如果这样就很严重了，就说我们的国安团队就会有这种，反正上面有人偏听啊，那这样的一个，我坦白讲，我问过黄奎博，政大外交系教授，我问过黄介正，他们都说不可能。真的啊？是啊。那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认知呢？这个真的很奇怪。我认为只要在美国的外交圈，甚至连介文吉大使，他已经离开一阵子啊，他在美国待过8年多嘛，是，他也认为不可能啊。为什么你会认为是？我觉得这个决策的流程真的要好好检讨了。情资的判断掌握也很重要啊，彬哥。老实讲，这个记者当然有他自己独立的想法，可是大家知道吗？这个不是 live， 这个其实是个 delay live。他是先送回来之后，他们还是有经过审核相关这些东西才出去的。那请问一下，你们整个编辑团队在干嘛？这种东西，而且他这个不是正在投票的时候讲，他是已经投完票确定川普当选才讲的哦。那你们都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吗？那又是公示，等于直接代表台湾的立场，觉得川普是个重刑犯，你知道吗？是这个意思吗？所以，然后李远还在那边讲说，我们公司有严谨的 SOP， 严谨个头啦！这叫严谨的 SOP 啊，这严谨的害人吧？所以这到底在搞什么鬼？然后我以为他们是工作量很大，我刚特别上去下载了台湾 Plus， 每天就2-3则新闻。这么轻松啊？每天2-3则新闻，你要请这么多人，一年要花8亿耶。然后讲8亿，我大概可以做1000个网站。如果只是每天2-3则新闻的话，老实讲，我现在马上帮你外包，我帮你做1000个啊。这根本鬼扯的东西是骗钱的嘛，在我看来，你们就在消耗预算而已嘛，就是让你们去养这些记者，笼络这些人，好，将来帮你们做大外宣嘛，帮你们做大内宣，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所以我是赞成原之的意见，直接把这砍掉，不需要花这个钱啊。然后讲做这么 low 的一个2年多只有5万人下载的 APP， 这到底要干嘛？说真的，你随便找一个，你外包给一个网红，你不用8亿啊。你一年给他800万，他就把你做的下叫，至少比你现在这个好，至少比较多人知道。你置入文章到台北探也可以啊，比较便宜，本来就可以啊，对啊，你的做法太多种了嘛，不然你就直接包王浅秋做全权大使，我帮你抬，1年8000万，其他人可能比较适合。对啊，你这样马上省预算，对不对？省7亿2，多好。所以这个钱不用花了，我觉得根本就是浪费钱，直接把它砍掉。然后公司华视去搞 AI。你本业已经亏损了嘞，就算了。AI 这种东西3000万，直觉想是有另外一个侧翼吗？AI 侧翼，全世界现在各大这个集团都在烧 AI 这个钱，人家随便一烧都几百上千亿，然后你3000万，你打算干嘛？3000万我能够想到大概就是装潢一家办公室，然后就结束，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不要再骗人了，你们这摆明这个钱又是要养你们这些网军用的，我觉得这种钱也不用给他们。文化部那个说要严审，对不对？我希望你们最好严审。如果不严审的话，再一档一样把它砍掉，因为这根本没有必要留的东西。然后 Pompeo 这个，还有海利，这个拜托大家都知道，他们根本不可能会上的嘛。我不知道为什么前一阵子他们绿营一直在讲说，哇，他快上了，最挺台湾人一定会上。最挺台湾的前，哇，这是国务卿，您到底在胡扯什么啊？就我真的很纳闷，赖清德的整个国际的幕僚这么弱吗？完全不了解美国的情势吗？大家没有注意到吗？我们是在川普的竞选结果出来的时候才开始紧急召开国安会议哦。为什么？这不是早就应该要准备好的事情吗？你们完全没有预料到川普会当选，
这会不会太瞎？所以我真的觉得，当我们对整个国际的事务都在状况外的时候，赖清德这样在国际外交上以后会让台湾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委员，那我们前一节在讨论的时候，是当川普2.0时代来了的时候，台湾要做什么呢？哎呀，徐嘉玲的报道说，我们要买好多好多武器把钱准备好了。那或者是现在还要准备什么呢？我们有一些内部的即将的新阁员的关系，但现在看起来有吗？我先讲那个Pompeo其实他到台湾，他下台有到过台湾一共3次，到过3次。他来第一次看了这个蔡总统，然后第2次他也到台南市去见了那个黄市长，第3次他跟赖清德见了面了。这个下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说，是谁认为他可以当国防部长，或是回去当国务卿？这个在美国没有人严肃地考虑过他。对啊，有一阵子甚至有人认为说他要参选总统，而且好像有相当程度的机会。你去看美国所有总统民调里面，Pompeo几乎没有出过被列名过，有列名也都在非常非常的后段班。他在2022年7月19号，他就说他准备好了要出来选总统，那是他对于他选总统最大规模的这样一个报道，以后就没有了，消失就没有了。所以怎么会去说？因为最近谣传出来，的确你去看美国各项的报道外电包括 BBC 这些。有提到 Pompeo 可能要接国防部长，可是轻描淡写就过去了。你要知道，川普他是有一个怎么讲？他是有一个霸权性格的人啊。你想他会容忍一个要挑战他选总统的人吗？Haley 挑战过他，跟他拼初选，说 Haley 不可能再回到他的阻隔的名单里面。Pompeo 宣布过要选，虽然没有选。这2个人坦白讲。这在川普眼里面，你们离开我办公室以后，你们离开白宫我的团队以后，你们根本就跟我不亲。你在外面还偶尔Pompeo还修理过川普的，还批评过他的，虽然他后来有否认。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对他了解这么少，是让我很惊讶。讲到那个公广的台湾 Plus 的问题，你要知道这个，我是公视的筹备委员。我第3届当立委的时候，我是公视的筹备委员。大家晓得这个，现在后来我都一直看了公视，我都觉得我都不知道怎么讲。什么我们当时支持公视是对的还是错的，我都不晓得。是很重要的。不过你要知道，这个所谓的台湾 Plus 最早的时候叫做国际传播数位计划，它的前导计划就花掉就10亿。然后当时要不要由公司来经营的时候，公司内部是激烈的内斗的，内讧的非常的厉害。最后投票结果是11票对10票通过了，立刻在当场，公司的总经理辞职，执行副总经理辞职，新闻部的经理辞职，是这样子的。所以后来呢，文化部就宣布终止这个委托案，然后后来呢，很快的到了这是2020年，到了2021年呢。又宣布由中央通讯社来承接，你知道？然后到了2022年呢，文化部跟中央社合约到期，又移交给公视经营。所以你们知道，他就绕了一圈，就回到公视了。这就公视人为什么一开始就讲说，你蔡英文你把手伸进来，你指导我们公视的经营，我们很不爽，就是跟台湾 Plus 这个计划是有关的。所以他绕一圈回来，谁帮他背书了？很简单啊，就是 NCC 啊，NCC 核准公视新增台湾 Plus 的服务，就这样来的。是好，那接下来看看在美国的川普2.0，当然川普当选就没有暴动了嘛，至少确保这一点。不过还是在全美多个城市出现了反川示威。我们通过画面可以看看在美国东西两岸的大城，包括纽约啦、西雅图啦、华府啦。都有数千人上街抗议川普，手上标语写什么呢？我们保护自己，总统先生，女性要等多久才有自由嘛？川普不是说，女性我来保护问题是大家都说我们自己保护自己就好了，我们要的是自由跟权益。包括伊利诺州的州长普里兹克公开讲，对于任何想要剥夺我们自由
机会跟尊严的人哦，你要动我的人要先经过我。加州直接扭身说了，加州高度重视的自由正受在攻击，我们不会坐视不管。所以纽约州州长也说，我们尊重这次选举的结果，但不代表我们会接受华府的议程。所以这几个地方都宣称要拟定防川法律战，州有自己的管理权，没有在听你总统下的命令。是这样吗？川普贸易战要出手了，虽然这个现在全拿嘛，川普不管是大法官或是参众两院，包括总统的位置，所以接下来要扭转中国大陆的贸易威胁。共和党说可能会推出终止中国最惠国待遇，因为共和党的这样子的全面三者全拿完全执政，终止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这件事情已经在共和党的国会议员里面提出来了，影响会是什么？会更严峻吗？包括传出来说，美国要求艾斯摩尔，当然现在还是现任的拜登政府所做的事情，要求这些企业交出中国大陆的客户名单，包括即日起，今天开始，我们台积电也被要求，所有的供应链不管是怎么样的间接，都不可以卖到中国大陆去。所以呢，这个所谓中国特别委员会的国安问题，各种的要求正在积极的执行当中。其中的关键角色马斯克，刚刚我们也谈到了，他力挺川普之后，他的母亲76岁的贵气母亲，非常的贵妇的感觉。你看这个氛围，哇！现在在上海县中代言大陆的品牌，那目前传出来他已经在上海定居喽，甚至代言这个全球代言人寝具用品非常厉害。那今年春天开始准备各种的准备里头，像这样马斯克的母亲，或者是马斯克跟中国大陆特殊的关系跟优惠，会成为一个指标吗？或者成为川普接下来跟中国大陆的重要窗口吗？有待观察。但南华早报说其实他们从今年春天，大陆就已经开始研议备战，跟我们比起来呢，就是如果川普成为第二任期，要怎么应对？各种的应对里头早就在做之外，评估马斯克就是在美中当中可能会扮演重要的角色。过去呢，他捐了1.1亿美元，2亿的美元帮川普来辅选。那么，尤其特斯拉在中国的电动车市场这么热销，大陆方面也给他很多方便很多的各种的政策的礼遇所以他跟中国大陆的最高领导层广泛的交往，影响什么呢？北京除了从这个民间企业的马斯克来着手之外，也有拉拢其他美国的盟友要对抗保护主义，包括了我们看到联合关税现在可能会被提高这件事情。几个月来，澳洲、纽西兰、丹麦、芬兰这些国家，还有其中南韩也是日本没有，南韩有20多个国家都有免签优惠之外，也要求这些国家立刻给优惠。未来想办法突破，也是中国大陆现在最重要的外交策略之一。那这9个国家新增的免签国家，韩国进去了，日本没有的原因呢？那北京当然是把日本的免签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嘛，媒体是这样分析的。日本当然现在政局也是很在动荡当中。石破茂率内阁总辞之后，因为他在这个国会的选举里面失利，脆弱的少数政府有没有可能保得住这个内阁首长这个位置还不知道，但石破茂部分的日本官员就担忧川普就任在贸易上会采取保护主义，要求日本驻军要花更多的军费，这是公开川普讲过的话。来比一比好了，我们是没通上电话了那日韩通了电话，比较尹锡悦，媒体真的算起来算时间，通话时间，尹锡悦12分钟，石破茂跟川普只有5分钟。那还扣掉了翻译啦 ，say hello 问候只剩下1到2分钟，所以外界把它解读说，哇，石破茂处理日美同盟的外交能力不如吗？那看看过去1985年，共和党的雷根逼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那段历史，逼得日本继续上升，急剧上升的日元，甚至日本进入著名的虚假繁荣，造成了房地产泡沫化，埋下日后日本经济失落20年，连晶片发展都给它限制的情况之下，现在日本会不会又有这样的恐慌，担心川普2.0的时代来了呢？亮哥，现在看看包括了抗议在美国这里，其实也是零星的，那各州也在想应变之道。因为有几个最典型的民主党的州啦。那在2016到2020川普第一次执政的时候，加州就跟联邦政府打过120几次官司那纽森有特别讲2大议题啦，一个是气候变迁
就是绿能的补贴啦，因为川普一定取消的啦，而且川普还要开放所有的石化能源的开采啊。那第二个就是生育权利了，就是堕胎权啊，那可能还会有性别认同的部分，这个加州坦白讲都是根深蒂固最开放的哦。那纽约州大概第二了哦，所以纽森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保卫我的州权呐、说这个是我们州的历史传统啊，我不会让你得逞这样啊。后果会怎样，我真的不知道啊，因为川普这次回来非常强势啊，他是行政、立法还有最高法院三权全掌握啊，那有这个历史复仇的味道。所以我认为会斗争的蛮激烈的。那还有另外一个议题，其实这个议题更可怕，就是川普扬言要驱逐1100万名非法移民，这个怎么可能做呢？你一定要有设置大量的简易法庭，对不对？执法的人员、警察，然后甚至一时排队出不了，还要有那个拘留中心。哦，这个要花很多钱哦，而且非法移民可能会抗拒啊。所以可能会爆发很多治安事件，而且还有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非法移民很多在美国已经生小孩了，那他的小孩是合法的美国公民，那你这样不是要把人家爸爸妈妈跟儿子拆开吗？那些孩子怎么办？那这有道德问题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未来好戏可看了啊，这个一定会斗争的非常非常激烈了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川普基本上就是确定，就是他一定是看现在的贸易盈余嘛，谁盈余多，我就准备要找你买美国货抵账嘛。那排名第一就中国嘛，排名第二是欧盟哦，那排名第三是阿西安哦，就东南亚哦。所以那个别国家排名第二的是墨西哥哦，墨西哥1260亿贸易顺差哦，越南1100亿贸易顺差，我们台湾是大概600多亿，也会中啊，只是躲在他们后面，你知道吗？慢慢处理。可是我跟你讲，川普一定干这个事的，所以你怎么给我那么多贸易顺差？你美国货买的太少啊，所以你自己等着看吧。你如果不买啊，我就瞌睡啊。川普就是这种人啊，所以我是觉得中国大陆大概也是严阵以待啦。不过这次中国大陆可以用的招会跟上次不一样，上次他是用人民币贬值做冲销啊，那这一次我认为他，因为他自己也做大了，所以他大概会透过对其他国家减税啊，然后这个愿意买你的东西啊，那用这样来平衡啊，还有就是做大自己的内需市场啊，消费市场，用这样来平衡。所以你看11月8号那个人大常委会不是初步公布那个是做6兆嘛，对不对？那再加上之前陆续公布的4兆，总共10兆，这个还不是财政刺激哦，这个只是针对地方债的前菜的缓解啦。那为什么他们不立刻宣布？因为他们要看川普出什么招啊。所以明年我认为到1、2月之后啊，中国大陆一定会有刺激消费的方案出来，我觉得他一定是严阵以待了，而且他目前的国债占 GDP 的比重没有算很高啦，所以他还有相当的空间。是我们看到美中在对抗当中，不管关税啦或其他的方式，就怕重伤的是我们啦。因为我们是很难跑得掉，虽然有些人可能很高兴，那个川普当选，老公会很惨啊，老公很惨，台湾就很惨。两岸之间不是零和游戏耶，中国大陆赚美国很多钱，里面很多的大部分你们是台湾的厂商出货出去的，没错。而且呢，这个也因为两岸的贸易，大陆从台湾采购了很多的这种这个产品，然后加工，然后卖到美国。如果美国制裁了中国大陆，台湾也要受伤了。你移转到别的国家去，你觉得很容易。越南也有越南的问题，泰国的问题，电力短缺，人工工资也越来越高的问题，所以这个不见得是一个好事。不过我是觉得大陆是一定也做好准备了，不过他一定是受伤会很重，因为
选举他为什么这次会赢呢？川普他讲很简单哦，你们都要减税哦，这个不会加税，而且要减税。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用关税来弥补。我们就让这些外国人他们卖产品来我们美国，我们就扣他很高的关税，而且这个关税呢多出来，这个关税呢也不会由我们美国消费者承担，这些厂商外国他们要卖东西给我们这些卖家，他们自己会吸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而且川普坦白讲，他为什么不跟这个 Harris 贺锦丽辩论？因为他的东西很多都是很虚假的，譬如说讲关税。其实在2023年，美国从扣国外产品进到美国的关税，只占了他当年就是2023年的税收的2%而已，很少很少哎。但是因为川普讲过了，而且他现在一时间我也不认为他有其他的生财之道，所以他关税他一定会扣，而且扣很重，而且谁赚他最多的钱，他就扣最重。那个国家就是中国大陆。所以中国大陆被他扣得非常惨。其实接着你说中国大陆很惨，你日本其实也会笑不出来，真的，对不对？你日本比惨也是一样，你美国会让你很惨的原因是，你很多的半导体的成品你就不能卖到中国大陆去。南海也就有这个情形。当然，他们这两个国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军在那边驻扎很多美军在日本55000人有时候高的时候58000人。在南海有3万多人，那川普上去的时候就讲，他的口气我们大家都知道嘛，美军在那边驻守，保护你们交保护费啊，你们保护费交的够吗？如果不够的话，你们这北约的国家，欧洲这北约国家，你们被打的时候我就不甩你们就是了，就这样子啊。然后日本呢，他说日本当时川普刚上台的时候，日本每一年补贴美国的驻军的费用，以各种名义大概是20亿美金，多一点这样子。川普要他加4倍，要加1年就拿80亿出来，当然日本是没有甩他啦，没有甩他，当然就是说大家谈判嘛，最后大概就是做了一些妥协，但是基本上并没有增加他的费用。可是现在川普再回来了，他也吹牛吹得这么大，要替政府省钱，然后要让外国人来支付这些必要的费用。你认为日本、南韩，包括欧洲的这些北约的国家？美军在你那边驻守，你们的钱没有增加个1倍2倍，我认为都没有办法下得了台。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唯一能够期盼的就是，川普不仅对中国大陆很凶，对他的美日韩这些就是日本韩国北约的这些国家也很凶，凶到最后这些国家都跟他闹翻，然后中国大陆反而又多出了不少的朋友。他唯一期盼的大概只有在这里。彬哥现在真的比我们台湾也许差不多紧张或更紧张，大概就日本了，因为包括石破茂自己都坐不稳，都不知道这次国会败选了之后有没有办法可以保住阁揆。有，他已经保住了，刚刚他已经击败野田佳彦了，他已经保住了，就是跟小党一起联合。但是问题是保住也没有用，他毕竟还是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一个情况嘛。那再加上川普带来的新的变局。当然，这个对石破茂是一大考验，对整个日本也是一大考验。因为其实川普上来，很多人会讲说亚洲危险啊，有人讲说欧洲危险啊。其实你看是全世界包括美国内部，大家都忐忑不安，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到底要干嘛，搞不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这个人也是想到什么做什么的。那你看美国现在内部各种反弹的声浪出现，今天有一个悲剧，就是有一个男的，他把他全家都杀掉。然后自己在轻生，这个就是让人家很难过。但是美国这种性格激烈的人非常多，然后精神状况可能也不是很稳定，所以未来陆续这种冲突可能还是会出现。所以我觉得现在一直到拜登卸任、川普上台之前，恐怕这段日子都不会很平静。那当然，川普如果他上台之后还真的要照他在竞选的时候所说的这样去做的话，那我想在各州恐怕会引起很多激烈的反抗。这个恐怕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觉得民主党主政的这些州会轻易服输吗？我也不觉得会。那他对中国大陆来说，当然他也是一个威胁。可是我觉得大陆，因为他4年前就已经交手过，大陆大概对川普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且你看，人家今年春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主动对川普、对贺锦丽都在做研究，这个是正确的本来就应该要做这样，因为他
美国的总统未来一定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也会影响到各个国家了。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大陆在做这些的时候，我们养了那么多学者，我们养了这么多智库，我们政府有这么多幕僚，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做相关研究？你们得出来的结论是，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因应这个局面，都没有人想到这件事吗？我相信大陆有做一些准备，但是这个准备够不够不知道。那大陆现在也是不断想要施加自己的内需经济嘛，所以就看他能不能顶过这一个。那川普，我个人的判断啊，我认为他虽然说要加60%、100%、200%，我认为他恐怕不会一下加那么多，因为其实他一下加那么多，就好像一方委员刚说的，他们的消费者难道不会因为这样受到冲击吗？厂商怎么可能全部自己吸收？他疯了吗？他根本没有利润，他为什么要卖你东西？他到最后价钱一定会势必提高嘛，势必提高，消费者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他真的有办法达成他竞选承诺，去征这么高的关税吗？我认为我们还是看看再说。对于川普2.0唰了蛋的，当然还有一个国家，乌克兰。在川普胜选之后，第一时间没有祝贺，但显然普京跟川普已经通话这个消息公开被证实了哦。川普甚至在这个幕僚公布的内容说，为了避免让战争升级，美国在欧洲部署大量的军力，关于领土的问题，期待欧洲和平，所以乌克兰领土到底怎么解决？虽然之前川普说过，只要我上任，1天就让俄乌战争结束。现在会怎么结束，或怎么解决？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是公开讲哦，至少跟川普对话里头，感觉听起来是讯号正面的。他没有听到说对方希望表达成俄国战略失败，这就是他跟现在拜登政府的最大的区别，所以会跟克里姆林宫、跟普京站在一起吗？那现任的美国安全顾问苏利文说，这个拜登会劝一劝川普啦，叫他不要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啦，否则会导致欧洲更加的动荡啦。但现在听起来是说，现在无论如何，拜登已经公布出来消息，会在任期之内赶紧把还没有拨的武器啦、补助款赶快拨给乌克兰。但川普的小儿子小川普已经公开讲，最后38天38天之后，乌克兰泽伦斯基就要断粮了吗？这代表着他的父亲现在最新可能表达的政策吗？当然，莫斯科跟乌克兰现在看到的是双方用无人机互相攻击，也在川普正式上任之前积极的正在运作当中。俄罗斯国防部公布，莫斯科等6个地区3个小时击落7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而乌克兰方面也公布145架是夜袭以来目前为止创纪录最多的无人机攻击了乌克兰，双方都造成了一些规模的伤害。但川普除了在俄乌战争里，在以色列这里当然也站边他站谁？站以色列。3度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跟川普通话，商讨谁？伊朗要怎么处理？所以这个伊朗可能也很担心。川普上任之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制裁伊朗。先前这个纳坦雅胡去攻击伊朗轰炸的时候，川普是说做得很好嘛。所以现在传出来的媒体报道是，目前内阁人选都是伊朗的暗杀计划目标之一。在川普可能的内阁，甚至对伊朗不手软的强硬派布莱恩所以川普第一个任期内让美国单方面退出2015年签的伊朗核协议，现在到底会怎么做？是全部人都在等了过去也曾经因为一次对巴格达机场的轰炸，川普任内空袭，造成了伊朗革命卫队的将领死亡。所以接下来这个所谓纳坦雅胡是不是有了川普更有信心？BB 扣爆炸事件炸翻了真主党各领导阶层，他公开承认就是我坚持要行动。当时拜登政府还不赞成呢，我就是要这样做，所以才会这样。所以美选落幕以后，以色列立刻开轰，空袭了贝鲁特南郊，造成了40个人的死亡，还有空袭叙利亚。伊朗外交发言人说，强烈谴责这个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权。现在呢，连住宅区很多地方都被侵略跟攻击，呼吁以色列采取措施，包括一项武器禁运，把它驱逐联合国啦。联合国对于以色列的攻击，当然伊朗这样的对抗诉诸于国际社会还有没有用呢？包括沙烏地阿拉伯的参谋总长会访伊朗，那么希望谈到接下来双边跟国防关系，但是沙烏地阿拉伯目前还没有跟以色列建交。但知情人士匿名的路透社报道是说，川普的女婿已经多次跟沙国王储
互相见面商讨可能性，是代表着接下来伊朗会越来越孤单吗？亮哥，这个川普打电话其实也没什么用啊，因为现在他又还没执政，现在执政还是拜登啊。那你看拜登、苏利文基本上都讲得很硬嘛，因为坦白说，这个时候他也没有乌克兰方案啊，可是他就不能放手啊，放手你对历史怎么交代啊？你把人家搞到今天这个局面了，所以拜登才说嘛，因为川普放话说他上任之后不会给乌克兰1毛钱，所以因为拜登跟泽伦斯基已经谈好了，在年底前本来就要给他60亿嘛，60亿钱还蛮大的，所以拜登也知道要在圣诞节之前赶快发完圣诞礼物，他就一直发啦，对，里面可能也会有军品啦，也有薪水啦等等啦，所以你看那个乌克兰不是昨天70架无人机去打莫斯科吗？所以他在拜登面前就要弄出那个样子啊，那他明明知道川普是另外一个脸，那这里就看出川普现在使不上力嘛，你现在怎么使得上力？你又没有权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麻烦的地方啦，就是泽伦斯基知道明年1月20号之后他就麻烦了，因为川普我觉得会用非常强大的压迫手段逼他上谈判桌。那简单的就是我就不支持了，军援你自己看着办。所以现在欧洲国家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欧洲国家也在那边讨论说，美国一旦明年不给钱呢，他们撤我们撤不撤？我们是不是也要抽一笔啊？对不对？欧洲毕竟还是当事人啊，美国是隔岸观火嘛。乌克兰的难民是在欧洲有将近1000万所以这个就是我认为川普也没有别的招啦。我觉得川普比较大的麻烦是他如何说服俄罗斯接受和谈的方案。俄罗斯为什么要接受？我觉得川普讲这种话根本没有人会理他啦。我们在欧洲有很大的驻军，so what？你敢派进来打吗？那俄罗斯也可以跟他讲啊，我们有很多核武器以前不就是这样吗？所以讲这个根本没有用啊！我跟你讲普京又不是1天2天在从政，这样就被你吓到了。这个川普不要太幼稚了你要拿出真正的方案就说俄罗斯你要什么嘛？我认为俄罗斯要的一定是已经公投完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我不处理然后经济制裁你要取消。我认为俄罗斯一定是要这2个，然后乌克兰不可以加入北约，那你川普能答应吗？那乌克兰他被你逼着上去嘛，你不给钱啊，可是乌克兰一定会有一些右翼的人会出来讲那安全担保在哪里？你怎么知道这样和谈之后俄罗斯就不会再打我们？如果我们又被打呢？谁能负这个责任呢？所以我跟你讲，绝对没有那么简单我认为川普常常把事情看得太简单，结果最后都是一事无成最重要的是领土争议要到哪里才算恐怕还不是那么快能够结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当川普跟普京通了电话之后，当然乌克兰现在要紧张了。媒体形容是凉了吗？接下来的补助或美国可能给的乌克兰的支援再也不会一样了。委员，有一本书叫《Vietnam》，这个 America in Vietnam， 这个作者讲过一句话，我一直牢牢的记住。他说法国在越南打败的时候，拍拍屁股就走了，奠边府打败了。美国在那边一共打了20年，其实早就知道打不下去了。所以你今天川普上去了，你觉得你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吗？你可以在乌克兰就这样子走掉吗？那你如果要大家要和谈的话，那条件是什么？那进入很细节，我们讲大体，不要讲细节。你知道现在俄国占有乌克兰土地多少？就乌克兰土地的20%，现在在俄国的军队的占领中。你这个20%这个土地你要怎么解决？
难道你说好这样子，那克里米亚给你俄国，那个乌东的那个地方啊，就让他们独立，那你这个南部呢，占有那些地方就还给乌克兰，乌克兰会同意吗？乌克兰总统任何一个人，只要那个土地的割让的程度，譬如说，哪怕是几百平方公里而已，只要他因为割让几百平方公里去换来和平的话，我跟你讲，他就变成乌奸了。我们叫汉奸，他们叫乌奸了，就变成乌奸了。所以没有一个乌克兰的总统敢割土地求和，因为你看人类啊，在历史上发生的战争，绝大部分都是跟土地有关的。所以你有可能是割个几百，哪怕几百平方公里而已，何况这是几百平方公里的多少倍的土地，你要怎么处理？所以你看乌克兰现在为什么去突击这个莫斯科，派了这么多架的100多架的无人机去冲，他就希望增加他的谈判的筹码了，就这样而已啦。那美国的确是支持乌克兰，到目前为止是人尽亦知啦。真正的武器那种装备大概600-700亿已经给了，所有的费用全部加在一起的话，大概一共给了到9月底，大概一共给了1750亿美金，各种包括贷款什么全部在里头。所以你现在美国真的也实在是撑不下去，因为川普尤其他要省钱，那你这个怎么办？你一直花这个大钱，你要省钱怎么办？可是你说让美国说我走了，你不顾你欧洲国家，那他未来跟欧洲国家之间你就没有影响力了。你对欧洲国家没有影响力了。波兰这些现在是最支持美国的欧盟的国家，到时候就是最恨他。所以川普上去以后，他的痛苦的开始，当他走进他当选那一天，尤其他走进白宫坐回他的位置那一天，他的痛苦才刚刚要开始呢。美国不是上帝啊，你很强大，但你并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更何况现在是个商人，在做商业的算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虽然拜登政府的这个苏利文啊说他会劝川普，但是劝得住吗？对乌克兰的问题，其实在我看来，乌克兰现在情况其实真的是很不妙。为什么？因为看起来筹码已经完全转移到普丁手上，因为攻势是他在采取主动，然后乌克兰这边只能够做这样子一些零星的抵抗，偶尔集结一些部队攻击一下，可是都不能发挥很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他的库斯克也好，或是乌东也好，一直被人家压缩。那对现在的普丁来讲，我当然是狮子大开口，能要多少就要多少，他绝对不会跟你客气的。那之前我听到有人提出来说是要在那边设个缓冲区，然后就是反正俄军就占他现在占了，然后乌军就在另外一边，然后欧洲再派军队来守。我个人认为这个提议根本行不通了。俄罗斯绝对不会让你在那边设一个缓冲区的，绝不可能，因为这样不就等于是北约东扩了吗？是啊，这就是他最不要的东西，他怎么可能会让你做这件事情呢？所以这是普丁绝对不会同意的东西。